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， 今天要来接着讲我们在400买入的 Colossus 第3天所发生有趣的手牌。上一次讲完最后一手牌之后呢，下一个盲注级别呢是80万、160万啊，非常大的一个盲注。发生的手牌呢是这个 low 价位的玩家，他有2300万，接近15个大盲，他选择加注到320万，弃牌到我在大盲位，我有5700万拿到了 AJ 不同花。那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注意到上一集的第一手牌呢，也是一个类似的状况。那一手牌呢，我在大盲位是 A10 不同花，非常的接近。那我认为 A10 大概是一个分界点，我觉得 AJ 以上呢就是可以 all in，A10 的话呢大概就是这个跟注，差不多是这样子的范围。然后同时呢也差不多是15到16个大盲左右。这一手牌呢，第一个 AJ 我觉得够强，第二个就是它只有15个大盲，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简单的 all in。那当然这手牌跟注也可以啊，只是我觉得跟注相对来讲就有点太被动、太保守。当下呢，我决定 all in， 对方跟注，然后对方是 AQ 不同花，那我是 AJ， 翻牌225。转牌3非常好，还有一个卡顺的机会，卡顺还可以分钱。然后 River 3非常好，我们合牌虽然说没有赢他，但是我们拿到了一个分钱，在落后的情况下分钱啊，非常的好。我们的频道会员8月活动，会员专属手牌讲解，跑马不行还能打锦标赛吗？多跑几次就会赢了。自己讲自己都想笑。你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，你看着小盲位的脸，然后你问自己说，这个玩家在这边有没有那个能力照，在同花听牌、顺子听牌没中的情况下，在这边 all in 34个大盲，然后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会 bubble。你如果回答是他不会照，我告诉你，这边 AJ、AQ、AK 都不用跟住。那下一手牌呢？8人桌的 UTG 有3600万，加注到320万。牌价位的玩家呢有4100万，选择了3次下注到700万。我在小盲位，我有5700万，我拿到了一对 Q。那我觉得一对 Q 对上前面2位玩家的筹码量，应该除了 all in 之外，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。对上 UTG 是23个大盲，然后对上后卫的玩家大约是25个大盲。如果说一个加注，一个3次下注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在小盲位要玩的手牌应该只有 all in， 不大会有跟注的选项啊，可能会有一些 AQ 同花，或者是平跟一些大牌 AAKK。以一个整体的策略来说呢，什么样的手牌可以 all in 呢？我觉得一对 J 以上的手对跟 AK 绝对是可以 all in， 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预设范围。8人桌对上 UTG 跟牌价位，我们一对 Q 非常的简单的 all in， 2位玩家都弃牌，但是我们赢下了接近1000万的底池，非常的不错。下一手牌呢是我在 low 价位，我有7000万的筹码量，非常的多。我拿到了 A7 红桃，选择了加注到320万。CO 位的玩家有3600万的筹码量，大约是23个大盲左右。这个数字真的是很难算。他选择跟注，翻牌是 J86， 2张黑桃，1张红桃，底池是1040万。首先呢，我们在 low 价位对上 CO 位的玩家跟注，在 J86 2张黑桃的牌面下呢，我觉得我们持续下注的频率呢，应该是5成，甚至是低于5成。原因是因为我们持续下注，我预期得到的立即弃牌赢率呢是非常的低。原因是因为 J86 的牌面其实它有很多90、10J、K10、KJ、Q10这种牌，有可能中了一个中对，有可能中顶对，或者至少它都有一个双头顺或卡顺的这些牌。那对上前卫的持续下注有卡顺，很有可能就会有高牌。那这些范围呢都绝对不会弃牌。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持续下注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很明确的知道什么转牌我们是可以再下注，又或者是说我们在翻牌持续下注的这个赢率高不高。以我自己当下的话，我觉得大概会有50%的过牌，50%的下注。那如果说下注的话，我当下的这个 A7 红桃应该是不会下低于半个底池。我想了一下之后呢，我选择了下注500万，1000万的底池，下注500万，半个底池，我觉得这很 OK。CO 位的玩家想了一下之后呢，跟注。那当他今天跟注的时候，尤其是我选一个比较大的下注尺寸啊，我就会觉得他很高的几率有一些还不错的手牌，比如说 A8、AJ、10J、90，或者是 Q10、Q9同花。那我觉得这些牌在翻牌如果没有跟注的话，转牌我持续下注可以赢得底池的几率，我觉得是非常的低。所以当我今天翻牌看到他跟注之后呢，其实我的想法就是，如果转牌不是开红桃，除非是有一些很明确的听牌，要不然我觉得这把牌我基本上我就是要放弃。他跟注之后呢，转牌来一张黑桃 K， 这变成是正门花嘛，因为翻牌是2张黑桃，转牌 K， 尤其是黑桃的话，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双方都有足够多的同花的组合，但对方也一定会有一些，比如说今天如果他是 Q10， 从翻牌的卡顺变转牌的双
双头顺，他也不会弃牌。那我觉得转牌 K， 当然你会说 K 对我加注的范围是比较有利，但是我持续下注能够赢得底池的几率有没有到特别的高，我是保持一个问号。尤其是今天到了最后3桌的时候，其实玩家会打得很保守，我甚至觉得有些玩家有可能 AK 翻牌前都会用跟注的，就是他觉得说我不想要翻牌前 all in， 因为我觉得打到一个后期，等重牌再说。在我的眼中，我觉得后卫的玩家会有一些不错的手牌范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转牌只要不是红桃，或者不是一个很明确对我有帮助的手牌，譬如说 A7 在 J86 的牌面下，如果转牌开5或开9，多了一个双头顺的听牌，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明确的下注，不是红桃又不是双头顺的听牌的话，我们就都过牌。所以转牌我们就过牌，他也过牌，那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迹象，代表说他不会有一些2对以上的手牌，那我觉得合牌开 A。我甚至有机会赢嘛。这个时候呢，合牌来了一张不同花的10，不同花的10应该是一个我不会去考虑炸胡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10的牌太接近中间了，比如说10J 有可能是2对，它有很多潜在的双头顺或是卡顺都有可能击中一个对子。虽然我没有摊牌价值，但我决定就是放弃了，所以我 check， 他也 check， 他的手牌呢是 Q10 红桃，翻牌是 J86 2张黑桃，所以它是一个卡顺，转牌变双头顺，合牌中了一个10，所以其实我的手牌在转牌都还是领先他，然后合牌被他中一个10，他当然也是过牌嘛，他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，所以这手牌呢输了一个很少的筹码，但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手牌。下一手牌呢，也是在80万、160万的盲注级别，翻牌前勾印的状况。小盲位有1910万，大约是12个大盲，他选择了直接勾印。那我在大盲位，我有7000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QJ 不同花。QJ 不同花对上小盲位的12个大盲，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跟注。那我在想，所有的对子都会跟注，所有的 A， 所有的同花 K， 可能同花 K2、K3 不一定，但我觉得 K4 同花以上应该都会跟注。不同花的 K 的话，可能是 K7、K6， 甚至 K5，我觉得都可以跟注啊。如果说到12个大盲的话，大部分的 K 都是可以跟注的。同花 Q 的话，可能会是一些 Q7 同花、Q8 同花以上、Q8 不同花以上，2张同花10以上的牌应该都可以跟注。所以呢，我们选择了跟注，对方是1对2，我们输了一个1900万的筹码量。下一手牌呢，也是一个翻牌前握赢的状况，但是这个时候盲注级别来到了100万、200万的盲注啊！我在 CO 位，我有6000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AQ 不同花，选择加注到400万。大盲位的玩家呢，有1840万的筹码量啊，选择 all in， 大约是9个大盲，非常简单的跟注。对手呢是 A8 同花，翻牌是 K19， 转牌8。合牌2，所以我们领先，但是我们输了一个1800万的筹码量。接下来我们的筹码量呢掉到了10个大盲上下，大约是2000万左右。下一手牌呢升盲了130万、250万的盲注级别，7人桌的状况。UTG 的玩家呢 all in 1300万，大约是5个大盲多一点点。我在 hijack 位，我有2270万的筹码量，大约是9个大盲，我拿到了 AJ 梅花，我也 all in。这个时候呢 UTG 是 J9 同花，然后我是 AJ 梅花。翻牌是 AQ4， 转牌 J， 合牌9，我中2对，他也中2对啊，但是我的2对比较大，就赢下来一个翻牌前 all in 的底池。下一手盲注级别呢是在150万、300万的盲注级别，是一个6人桌。hijack 位的玩家 all in 1940万，大约是6.5个大盲。我在大盲位，我有4100万。我拿到了 A3 黑桃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跟注，我对上6个大盲的 hijack 位 all in， 同花 A 应该都是很轻松的跟注。hijack 位的玩家呢是 A10 不同花，翻牌443，转牌6，合牌8，成功的淘汰了这一位短筹码的玩家。这个时候呢，来到了决赛桌，决赛桌的盲注级别呢还是在150万、300万。然后这个决赛桌呢是一个10人桌的状况啊，因为这场赛事开始的时候是10人桌。所以进入到决赛桌的时候呢，也是10人桌。我先讲一下进入到决赛桌我的一个想法啊。首先呢，进到决赛桌，我们的策略是很明显的，所有的决策呢都尽可能会是以任何可以赢筹码，或者是我们觉得就算是筹码比较多的玩家加注，或者是给我们施加压力，我们至少整体的范围都不会比较被动。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出发点，我不会考虑说是不是要短筹码先出局，然后想要拿到一个更高的奖金啊，那这个不会是我的一个出发点。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状况。小盲位它的筹码量非常的多，它有1亿5000万，大约是50个大盲，加注到850万。我在大盲位，我有6100万，大约是20个大盲，拿到了 KQ 不同花。KQ 不同花在预设范围里面可以跟注，这没有什么问题。换一个想法就是说，我认为小盲位加注的范围会是非常非常的宽，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我有20个大盲在桌上，算是一个筹码量比较多的玩家，在他的眼中，他预设我会有很高的弃牌率，那这当然是没有问题。我觉得这手牌跟注绝对
对是正 EV， 3次下注是一个更好的状况。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范围里面太多太弱的范围，再加上这些范围基本上对上我都还有不错的赢率嘛，因为我没有对子，我不是一个大对子。我们在翻牌前很高的几率会是最好的手牌，然后我也可以透过翻牌前的加注赢下这个底池的话，同时我也可以传递一些讯息，就是我也没有在害怕的。当我今天知道对手面对我的加注都不会跟注的时候，我们的策略就是什么？就是一直加注，加到他抵抗为止，就直接 all in。那我觉得第一个 all in 绝对是正 EV 的，当然他甚至有可能跟注比我弱的范围，比如说 K10同花，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跟注，甚至是 KJ 不同花，所以我们的手牌不错。然后我觉得以整体来说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。我 all in 之后呢，他想一下，他就是要吓唬我，要拿筹码要跟我这样子，他当然很快就弃牌了，还不错的一手牌。那下一手牌呢，发生了一个跟手牌没有关系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决赛桌还蛮常见的一个状况啊。这是什么状况呢？3位短筹码玩家，我是在大盲位 ，UTG 的玩家筹码量不到6个大盲。那这时候呢，弃牌到1号位的玩家。翻牌前想了3分钟，想了3分钟之后呢弃牌，然后后面的玩家又想了大概30秒到1分钟，然后弃牌，就导致这一手牌之后的下一手牌，我不是说我左手边这位玩家是短筹码，他就是刚好这个盲注级别剩4分钟。这手牌呢，原本的大盲从300万升盲到400万，就让他筹码量变得更少。我旁边这位玩家非常的生气，他觉得说哇。桌上的玩家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？他觉得说1号位跟4号位就是拖时间的玩家，他觉得他会有报应啊。事实上他也说对了，因为1号位跟4号位还真的先出局。我想要讲的重点是说。1号位跟4号位出局之后呢，我就桌上跟他聊，我就说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发现他们在想超过1分钟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去 call time。我们就很明确，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两个在做什么事情，但是他也是桌上的一个玩家嘛，没有做任何的反应，某种程度上他自己也让这些事情发生嘛。当然，每个玩家他都可以合理的运用这一些时间的策略，让别人升盲，让别人做到比较大的盲注。当然也有方式保护好你自己。人家想1分钟，你 call time， 裁判来最多想30秒，他也不至于被耗了4、5分钟，然后做到下一个盲注级别。只是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状况。不是啊，翻牌前弃牌到他要想3分钟，这个手牌是有多难？不大可能嘛。我觉得每个玩家都应该要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啊。这手牌被大家拖时间之后呢，下一手牌呢真的是升盲了。10人桌的 UTG+1，它有1亿4000万，选择了平跟。我在小盲位7000万的筹码量，有 Q6 黑桃对上前位的玩家平跟。我觉得 Q6 黑桃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同花牌，然后它是一个小盲位可以平跟的手牌。如果要弃牌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太保守。这是一个绝对是可以平跟的一个手牌，所以我们觉得平跟。大盲位的筹码量非常的可怜，他放了大盲前注跟大盲之后，他只剩下1000万。1000万是多少？2.5个大盲啊！大盲位的玩家想一下之后，他选择过牌，3人底池哦，翻牌是 A、3、4 2张黑桃，底池1600万。我的预设策略呢，一定都是一个跟注，原因是因为翻牌前平跟的玩家，他的范围大概就是20%左右，我在猜啦，他有一个范围的优势。我们在小盲位平跟很宽的范围，基本上在这种 A 猜的翻牌，就算我们有同花听牌，我也觉得会是一个高频率的过牌。我过牌，大盲位的玩家也过牌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平跟的这个筹码很多的玩家，他选择下注900万，大约是半个底池多一点点。我有一个同花听牌，我觉得我不会拿这个手牌去加注。如果我有一些卡顺，就是这种 combo 做的话，可能还会考虑。但如果单纯是一个同花听牌，我觉得跟注就是一个预设策略。然后我选择了跟注，大盲位的玩家弃牌，转牌来了一张非常好的手牌，黑桃8，底池3400万。我又过牌，前位的玩家呢，在3400万的底池选择下注1100万，大约是1/3个底池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说对上一个下注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的决策很明显。今天中了一个同花，我们就只有2种策略，要么就是跟注，要么就是加注。那我觉得2种都可以，各有各的好处。如果说他合牌很高的几率会再下注的话，可能跟注会好一点。但如果说今天我加注，他有一些比较弱的 A， 比如说 A2 到 A7， 他有可能翻牌前平跟，他有可能翻牌下注、转牌下注、合牌过牌，那我觉得我有机会少赢。决策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样比较好。当下我想一下之后，我决定加注。以我的筹码量，他下注1100万，翻牌之后的筹码量我只有5500万，不到15大嘛，我就直接就 all in。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就弃牌，所以我就赢下了一个还蛮大的底池，还不错。